我明明遇到你和校草约会，可我却接到了你在寝室打来的电话。前几天晚上，我亲眼看着你离开了宿舍，然而下一秒你又出现在了床上。我看到的跟你们所有人看到的都不一样。迟疑了很久，王雅芝才缓缓地开口：那天应该是放假，你们都回家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。晚上宿管要拍照检查寝室人数，我就随手拍了一张，可刚放下手机，就发现你凭空出现在了床上。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向了他。我之所以一直没说，是因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可我就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。面对这种超自然的现象，我们都愣在了原地，而我也同样意识到，他们看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所以说，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其实一直都生活在我们的身边。一说到这里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。现在我也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怕我，甚至搬离了寝室。而且我还发现，好像就是在王雅芝发现那个人后，那个人就只会等我不在寝室的时候出现。难道他是在冒充着我的身份生活？所以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反常的温学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你。那个人又是谁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胡雪有些焦急地询问。一时间，我们几人都陷入了沉思。过了半晌，骆明心才缓缓地开口：也许我们要把他揪出来，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我们又该去哪里找他？好在我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如果我不出现在寝室，或者我躲在寝室不被他发现，是不是他就会出现了？大家一听也都纷纷赞同，室友也陆续地搬了回来。虽然每个人都营造着无事发生的氛围，但我依旧能感觉到十分的紧张。我也躲在柜子里严阵以待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出现。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是他回来了吗？黑暗中，我根本不知道寝室里发生了什么，巨大恐慌将我瞬间吞没。我仔细地听着柜子外一切细小的声响，很快我就发现室友打开了房门，可门外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嗓音：文学，楼下有人找。我赶忙从柜子里出来，发现正是我们隔壁寝室的同学。可我除了室友以外，我没什么其他的朋友，又会是谁来找我呢？我缓缓地来到窗边，是校草李川，他此刻正站在楼下向我挥手。室友都劝我不要出去，毕竟和李川谈恋爱的并不是我，可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没准我可以通过李川了解有关他的事。刚到楼下，就看到李川开心地跑了过来，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虽然心里有些抵触，但还是装作十分的开心。今天咱们去哪里走走？李川语气轻快，看样子他并没有发现我和那个人不一样了。和昨天一样吧，正好我还想逛逛。昨天你不是已经拍完了？今天还想拍照吗？顿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困惑，但又不敢声张，只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：就是想逛一逛嘛。对了，那些照片你能给我看看吗？既然他拍了照片，其中肯定记录了他所做的事。只见李川犹豫了一会，便掏出了手机递给了我。然而翻开相册，映入眼帘的却是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如果不是我提前知道他的存在，我甚至都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拍下的。随着一张张照片呈现在眼前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好像对我的学校无比熟悉，甚至给了我一种就地重游的感觉。你拍的照片可真好看，是吧？当时你还嫌我技术不好呢。照片实在太多了，我一时间根本看不完，也许需要跟室友们一起分析才会知道他都干了什么。可在临走前，李川却忽然开口：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重新认识一下。虽然我感觉他说的话有些莫名其妙，可我还是没有过多的纠缠，就回了寝室。然而刚进门我就发现了不对，室友一个个都双眼通红，声音哽咽，显然是刚哭过一场。你们怎么了？哭什么？你不是温雪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是被你们发现啦？我是来自10年后的温雪呀。能回到这个时候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记得咱们寝室不是挺大挺温馨的，现在看怎么这么小？你们倒是和我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，还都是老样子。不过小雪，以后你离那个姓张的渣男远一点，他结婚后对你和孩子一点都不好，甚至还家暴你。还有明仙，你以后不愿意应酬就不要去，好好养胃。我可不想再去手术室外面等你了。雅芝以后更是大变样，未来变得特别勇敢，特别厉害，一个人就撑起了一个家。但我一点儿都不想让你们改变，要是你们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子该多好啊！每天和你们一起在宿舍赖床，晚上还能去吃一口校外的小摊儿，我真的好怀念啊！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、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了。不过还好，我还能再见到你们一次。其实我还想和你们再去疯一次，我还想再和你们拍一张照片，可我真的怕吓到你们。抱歉，我没时间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撮合一下我和校草，他以后是我未来的老公。再见了，我最好的朋友。已经记不清我在学校门口等了多久，校园内似乎已经人去楼空，可我的女儿却还没有出来。我决定去班级接她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还干净整洁的学校变得破败不堪，我感觉有些奇怪。进门后，我便向着教学楼走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学校操场上突然起了雾，几只乌鸦落在篮球架上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忽然脚步声渐渐响起，一个人影向着我靠近。什么人？直到那人走近，我才看到一名穿着衬衫的男人出现在眼前。他戴着的胸牌上写着教导主任李宗平。李主任，学校还没放学吗？我姑娘还没出来。马老师，下次不要再这么冒失了。李主任面无血色地递给我一张纸。冒失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说我进班级见我女儿吗？而且他为什么叫我老师？我接过纸张，刚要询问放学的事，然而我一抬头，李主任却不见了踪影。太诡异了，我有些紧张起来，看向了手中的纸张。欢迎来到麻吉中学，教师上任前请注意以下规则：一、上课期间不要回答学生的问题；二、上课铃响之后注意手机电量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响起；三、图书馆是安全的，但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；四、离开教室请不要走门，窗户是你唯一的出路；五、远离身上有泥土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人；六、不要闭眼，你的学生不希望你睡觉；七、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，千万别回头。突然响起的上课铃打断了我，我看着这诡异的一切，加紧脚步，向着教学楼跑去。这时我听到身后发出了阵阵笑声，我回头看去，原本空无一人的操场上竟然站满了学生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喊着我的名字，听起来非常瘆人。他们的脸上都蒙了一层雾气，根本看不清。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，千万别回头。我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难道这个规则是真的？太可怕了，我必须得赶紧找到女儿。刚进入教学楼，就看到一个满身泥泞的学生站在大厅中央。马老师，马老师，他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。远离身上有泥土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人。想到规则上说的话，我假装没听见，赶忙远离了他。可他却像是盯上了我一样，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。老师，你怎么不过来？你快过来呀！上课期间不要回答学生的问题。他穷追不舍地追问着我，不过来，不要回答他，不要回答他。我的内心疯狂地咆哮着，仿佛下一刻他就会追上我。对了，图书馆，规则上说图书馆是安全的，但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急忙往图书馆跑去。进门后，我直接将门紧紧地反锁。马老师，过了半天，门口马老师才没有了学生追问的声音。我松了口气，可下一刻，一个绝望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浮现：女儿会不会也会遇到他？我急忙掏出手机，眼看手机马上没电，我拨通了女儿的电话。滴滴滴的手机铃声在门口响起。难道我的女儿就在门口？不行，我必须救我的女儿。我急忙来到门口，可门上的玻璃却倒映出我自己的样子，一身泥泞，口鼻处还不停地有土渣掉落。看着玻璃前的自己，我内心充满了疑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可置信地打开了房门。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是一名老师，也是我女儿的班主任。地震了，快跑！老师，现在不是上课了吗？为什么要跑呀？害怕就快点跑起来！快跑，千万别回头！快从窗户走！马老师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老师，你怎么不过来？你快过来呀！马老师，你不要闭眼，你不要睡觉呀！马老师，你放心吧，全班的同学都没事，我带他们来看你了。妈妈，妈妈，
你在哪儿？真的好想你啊！你什么时候回家？马老师，下次不要再这么冒失了。经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帖子中的照片，因为这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下一秒，门外就传来了摩擦指甲的声音。这是我放假期间刷到的帖子，本来没当回事，可帖子中还放着受害者名单，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站立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可外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吧，一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我又一次看向了帖子，这才发现这篇帖子居然是5天之后发布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恶作剧，还会有人相信吗？我接着往下翻去，可帖子的内容却越来越瘆人，也越来越真实。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黑熊进入了麻吉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听说还可以像人一样思考。突然，黑暗一瞬间笼罩了我，我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我试了试开关，可灯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难道是停电了？我皱起眉头，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跟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网友把受害者的照片发出来时，我的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。原本以为是谁 P 的图，可照片中的那人左手虎口的位置有颗黑痣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照片不是假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真的来自于5天后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晚会有一只黑熊闯入麻吉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刚刚门口传来的异响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，正用锋利的爪子尝试开门。想到这儿，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就想着把这个事告诉小区的保安，可我发现手机根本截不了图，一旦我尝试截图就会死机。可是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让别人相信我？我也不能找帽子叔叔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就算我跟他们解释，可没有证据的话，帽子叔叔也会觉得我疯了吧？正当我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房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规律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尖叫声，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的话，那是不是更让他确定了我就在房间里？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敲门声响了一会就停止了，我吞了口水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，周围仿佛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不对，太奇怪了，我突然发现刚刚忽略掉的细节，邻居们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我住在503，502是一家3口，孩子刚刚1岁，经常哭闹。我明明刚才发出了那么大声的尖叫，却没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而且对门501的小伙子是个游戏主播，平时就吵吵嚷嚷的，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。突然有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似乎是停在了501的门口。有人敲了501的门，阵阵的敲门声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业主群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想了想，我掏出手机在业主群询问物业电力维修需要多久，可物业却说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搞定，但我们的维修师傅还没到，请耐心等待一下。刚刚的维修人员是谁？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缓缓地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依旧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连忙给501发了消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1，你家水管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记得401的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，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，我听到了401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1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1的房门缓缓地打开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501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1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501并没有出来。透过猫眼我看到401的男人一直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犹豫着什么。因为501家里实在太黑了，黑的有点不正常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我明明记得501刚刚还说是给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一片漆黑？
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的心突突的跳。赶紧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气不过，伸手用力一推，可门却只推了一半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对门房间的情况，帖子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我们小区果然闯进了一只黑熊。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，我头皮一阵发麻。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维修工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，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，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：麻吉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！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。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，怎 JKRH？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。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。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，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。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，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？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：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
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，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。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，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人员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